小岛国大发现。拍一拍，什么问题呢？这是什么？又来给我们一个图片。就是在那个哪里看到了啊？我们看到那个长颈鹿，你知道那种很大型的箱子，他们放在船，这种都 container 了啦。啊，你还以为每次走过呢，你就看旁边那边有很多这种那个这样的 Harbourfront 那边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机器，对，长得很像一个长颈鹿。哇，哎，这里就是那个长颈鹿哎。这里也太壮观了吧！好多 container 哦。是不是很美啦？哎呀，你好，我是慧珍，欢迎来到 PSC。在我开始之前，我需要你们穿上这些安全备。 OK， 好，快点拍我最后美丽的头发。我就要戴头盔了。我依然娇艳吗？我很美哎。我觉得很适合你，你终于找到你的 fashion look 了。Cue music。哎，刚才有听说你们讲长颈鹿是吗？他讲的，他讲的。对对对。对，你们看上去，这个不叫长颈鹿，这个叫岸桥。岸桥？什么岸？海岸的岸。哦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叫岸桥呢？不知道。因为你看这船靠岸时，岸桥的作用就是把这些集装箱搬到岸上面。所以一有船靠岸，他们就会用这个岸桥来把集装箱放去他们该放的地方。对，所以这里这么大，有多少个这个岸桥呢？我们巴西巴让一共有148台岸桥。哇，148台。这么多，怪不得我们远远哦就看到好像很多长颈鹿。对，它所谓的长颈鹿。是。这个岸桥真的很高哎，它到底有多高？你们猜猜看有多高？哇，那你猜得到？15个航班。 52米。答对了。啊？你不要一直看你高胡说八了。道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但是你讲52米，我们可能不太了解，你可以跟我们说大概几层楼吗？大概17层楼这么高。哇，17层呢？很高哎，真的高。所以是人工操作还是自动的？我们的岸桥里面有操作员，他们就会把集装箱载到货车上，货车就会把这些集装箱载到我们的堆场。哇，那一个岸桥就一个人操作吗？对，上面有一个人，下面也是有一个人。哇，你们看上面这个黄色的小盒子，里面就坐着我们的操纵员。你们要上去看看吗？当然想啊！可是只有一个人可以上。那派谁去呢？不然我们猜拳，出石头剪刀布。好呀，好，你去就是你了。啊，杰森，现在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。谁？耀庆，这是我们的岸桥操作员。 Hello，你们好。岸桥操作员，对，你太年轻了吧？对，不敢当，其实也不年轻了。不年轻，你在这份工作做了多久呢？我在这份工作已经做了15年，服了兵役，然后就直接进来了，哎，你第一次上去的感觉是什么？很兴奋，很兴奋啊！对，那我就带着兴奋的感受体验一下，OK？好，我们现在要上的是这个吗？对呀，就是这个就。上面这个岸桥。所以是有电梯的哦。有。嗯，不是说有电梯吗？走几步就到电梯了。哦，要先爬楼梯。啊，哇，开始有点高了。我们到了电梯了。啊，这是那个电梯，这电梯也太小了吧！哦，哇，安全了啊！安全，啊，不用担心。到了 ，OK，让我冷静一下，我再走出去。哇！大家请看一下那个风景。这就是黄色小盒子了，我们岸桥操作员的工作室。
哇，哎不错哎，还有冷气嘞。不错，嗯 ，OK， 他现在在准备启动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了，这是什么？开始了。哇！其实我上来之前，我没有想象整个小黄箱的动作会那么快。对，里面好像坐过山车的感觉。有。哇！哎呦！你看，它要瞄准那4个洞，才能把集装箱夹起来你。看，我现在在看，我都没有在操控，我都看不到那个洞哎，那个洞在哪里？哦，它已经把集装箱夹起来了。哇，这么远都可以拿捏到它的距离。对，而且它瞄准的很好。哥，对你一点挑战性都没有了啊！当然，果然是15年的功力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，你说简单，它一定有它困难的程度。对，你要想想几个小时，你的头都是弯曲下这去。个就是我要讲的。你看他的脖子都是一直在往下看的，很辛苦。岸桥操控员要在高空中工作1整天，不只是要考眼力、体力，还要考耐力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在这里向你致敬。来，我们一起打卡。很晕的，有点晕，真的。我想请问你，为什么当初会要进入这个行业呢？操作员？第一会觉得很有兴趣，你是喜欢在高空中工作吗？对，而且就好像在打游戏这样，也有一点挑战性。你当了这个操作员15年嘛，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天气不好，下很大的雨，我们得放慢速度来做。因为狂风的时候，它的那个 container 可能会比较摇晃，对，比较难准确的放在要放的地方，对吗？是的。那当初你们是怎么学会操作这个岸桥的？想知道多一点吗？那我们去 BSAU。太好了，我终于上大学了！我妈妈看了这集一定很开心的啊！谢谢我妈把我生出来，所以我才可以长得这么大的人。你好，你好。 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你是？我是 David， 是这里的训练老师。哎呦，大学应该是教授啦，教授，这样才有上大学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猛兽。讲到这样，人家是野兽哎。小岛王大发现。这里是训练岸桥操作员的地方。哦，这就是岸桥模拟器，对不对，教授？对呀，哇，那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啊，可以，只有2个人而已。 2个而已，你看教授的手指，我要去动一点了。那个大热天，我们已经让你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去了，所以现在这个冷气由我们来享受，好不好？好吗 ？Let's go。在那边等，我们等啊！不行啊，我刚才去的是17层楼，你们才4节楼梯啊！谢谢老师，小心啊！谢谢老师。你猜拳的吗？我赢，这样。 好，现在开始了啊！哇，向前，向前。哇，去你耶！很真实哎！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？他都没有上去过。我要装到金色那个桶放在车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挑战，对吗，老对呀师？所以如果抓得到，所以我说pass啊，我说可以毕业啊。我就给你100分。哦，不要摇，不要摇，我怕不要摇。请控制好你们的情绪啊！来，不要碰到它。哦，做到了。啊，按右边的青色钮按下去 Twist lock， 然后右边拉上来，右边拉上来。上来。哇！成功了！很好啊！哇，乖乖就摇，不要摇！哇，他摇到像荡秋千这样哎！
多坤耀，那个东西整个在晃啊！小郑哦，安静一点。右边下，下右边哦，好，看到了，红色，你按红色的按 lock。啊，拉上来，你看下面的车啊，好像法拉利这么快。他就这样跑掉了，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啊，这个任务完成，很好，耶！个大不错了，不错。耶！哎，小心点啊！欢迎你们回来，回归队伍。对不对？哇！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啊，虽然我在里面只是待了1分钟，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你要很精准的去做，然后那个东西一直在摇，刚才有看到吗？一直在摇到我头很晕，我有看到，很害怕。而且你们不要忘了哦，他在摇的那个20吨的重量，然后还17层楼哎！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在真实的情况下，哇，那个应该非常恐怖哦。所以要让他们熟悉这个环境，然后呢才出去到外面更有信心完成他们的工对作，。也更安全呐哈。那今天真的是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新加坡港务集团1年处理多少个集装箱？这你们觉得多少？来猜吧，猜吧，这个真的需要猜了。100天呐1839万，快点帮我写起来，等一下我会忘记。1835万的集装箱，噔噔。来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堆场了。哦，堆场就是这里。按条把这些集装箱卸下在货车上后，货车就会把它们送来这里。那我们就有我们的自动的起重机，把这些集装箱摆上到上面去。这个是叫什么？自动的起重机，所以是跟那个暗桥不一样啦，其实长得有点像哎。然后比较小，迷你型的，对吧而？且比较矮。哦。我想问，这些集装箱来到这个堆场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要停留在这边？因为我们这里的集装箱不是立刻到就会立刻被送出去的，尤其是那些转运的集装箱，这些转运的集装箱需要待在这里可能好几天，等到他们接运的船过来，才会被送出回去他们的目的地。所以很多集装箱都会聚集在这里。我们去年处理的集装箱总数是3660万个，是全球中转运的总量15%。哇，全世界嘞，不是新加坡。这真是个骄傲啊，对，值得骄傲的事情。那这里到底有几个起重机？目前为止，只有巴西巴让码头第4到第6区才使用这个自动化的起重机。我们一共有186台。哇，也很多哎。那我们有没有机会上去看一下？这个不能哎，因为这里没有那个黄色的小儿子，所以我们上不去。可是虽然我们这是自动化的，可是我们还需要操作人他们坐在监控室里面。那我们去那边看喽。好啊，等一下我可以带你们去看。哦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不要，等一下啦，这边很热啊。对，监控室有 aircon 吗？有， Let's go，哪里？走。在那边。慧珍叫我们来找庆全，应该是那个比较帅啊。庆全，请问你是庆全吗？欢迎啊！是，我是庆全，我是在这里监控所有的起重机，看起重机有没有正常的运作。哇，那你一个人监控所有的起重机啊？不是，我还有同事在前面帮我。哦，所以大家都在做同样的工作。对，但是人数也没有很多哎，你们要操控180多个起重机。这个就是自动化的厉害。哇，真的厉害！那如果你看到那个起重机有问题，你们是不是要直接下去？不是，我们可以连上起重机去我们的荧幕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操控。会动，动了。可以操控它的位置。哦，所以可以看3D 的，也可以看2D 的。哦，真的是不容易。虽然这些都是自动化的，但其实还是要人来监控。有了这些自动的起重机呢，其实就可以省了很多人力、时间，让所有的工作更顺利。对，是才可以增加更多的运货量，所以我们码头才会这么成功吗？耶！第1名。你不需要操控吗？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一部分的集装箱起重机已经变成自动化，大大的提升操作员的工作效率。我要在这里打卡，耶！原来新加坡港口是世界上第2最繁忙的港口哎。
今天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港口的运作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对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港口不只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，也是新加坡的骄傲。哇 ，so proud，so proud。 Yes。小岛王大发现。哦，就在，来吧，请说出人类的5种感官，哪个感官跟记忆最有连结？视觉、嗅觉、触觉。听觉，味觉。我觉得触觉跟记忆最有连结，因为你看不见了，然后你也听不见了，可是你摸，你会懂哦，这个东西是什么。就好像如果你碰过烫斗，然后被烫，是，然后如果再一次摸到烧的东西，我会想起那时候被烫斗烫到的那呀个回忆。 ，scary， 对不对？我觉得是嗅觉。你是那种你闻到你阿公煮的饭，你闻到这种花，你闻到这个地方，你会想起跟这个有关的东西。 曾经有科学研究发现，嗅觉对人类记忆的影响要比视觉和听觉更持久，就像编码一样刻在回忆里。所以航空公司、大商场、大酒店呢，就会利用这个特点进行香味营销计划。就是把香气打造成品牌的一部分，提升品牌的形象。那我随身带着他们的香气，我的形象会不会加分？滨海湾金沙的味道，你怎么得到这个的？不要跟你说。哎，那人家嗅到你，不就想好掉了？ 这就是香味营销了，我要去。哇，这个味道好舒服哦。很淡雅高贵，又让人很放松的感觉。 我觉得很清新、很清爽、很自然，一点也不做作，就和我一样。你可以不要破坏这个味道吗？就是卡萨拉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什么味道？嗨，你好。嗨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滨海湾金沙。它就是卡萨。 是 Jocaster 啊，配山啊，配山啊，配山非常比较有味道。高优些。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一个很浓的香气。那我想问，这个香气是你们酒店专属的吗？对，是我们滨海湾金沙酒店专属的香气。那为什么这里要有独特的香气呢？因为香气能够给客人一个全方位的住宿体验，然后给他们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。 Oh, I like the environment here and I like the smell of the perfume here. Smell good and it's so refreshing. 当我们踏进这个 MBS 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这边的味道很清香，舒服啊，舒服。这个香气给我感觉很放松 ，relax 啊。我喜欢来这里，因为它的香气很舒服、很清新，使我感觉到很开心啊！来到。 真的，这香气真的非常香。那这个香气只有在酒店闻得到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们也在购物中心有释放这个香气。 Shopping， 对，有 shopping。 Shopping。对，哎，我带你们去吧。哦，好香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好香哦。 Bro， 不要再看啦，努力把节目做好，将来赚大钱就有机会可以买这个 bag 了，加油 ！Bro， 不要再看了，黄色不适合你，黑色比较适合你，因为你的前途一片黑暗。节目写了，你看哦，就是因为没有拿新人奖就给人家侮辱。哦，你一个人没有拿而已咩？可是我比较高纪律吗？compared to他。我觉得我比较有机会啦，只是节目组他们就跟我讲是要给我的，然后他们讲可不可以让哲通，然后我说 OK 了，可啦，因为哲通毕竟比我吃的米吃多几年，所以我就说我就敬老尊贤。真的咩？我希望他们真的把这个放进 roller， 放进那个behind the scene啊，放进去。Just kidding，just kidding。你们知道吗 ？baby 刚出生的时候使用的第一个感官是嗅觉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的正确。So clever 啊！所以刚出世的 baby 就能认得出自己妈妈的味道。妈，
，baby 嗅到妈妈的味道，就会觉得很有亲切感，很有安全感，就不哭了。对，说的真好，但是不要抢镜头，哎。 OK。 Come back, come back, come back。我们要努力把节目做好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可以买那个 bag 嘛，对不对？猪猪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佩珊，我想问你啊，滨海湾金沙，你们在设计这个香味的时候啊，当初是用了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哦，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，那个香气必须是要中性、温和，然后清新淡雅的。难怪男生也喜欢，女生也喜欢哦。是。这个是上生态的味道的。哇，直接可以上生态，不用拿纸做。不用拿纸做，红星大奖，直接就成为超级红星了。那佩珊姐，我想问，到底是用了多久的时间才决定这个香气呢？我们差不多是2016年开始研发，然后2018年开始在酒店的大堂、贵宾区和购物中心来释放，说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吧。那滨海湾金沙好像2010年就已经开了嘛？那之前这里是什么味道？之前我们没有专属的味道，是12到14年我们开始要研发，所以我们2016年才 officially 的研发。哇，你看香味就是这么特别哦，因为我们虽然2016年才闻到这个味道，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在这里一开幕的时候就有这个味道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是用了这个香气，我们制造了很多不一样的香薰啦、香水啦、香囊啦，所以我们有在酒店购卖。哇，我要买，我一定要把它买回家。我真的很想要哎，让我放在家，就等 room service 上来啊。对，多修一点，你就感觉自己很有钱，快点多修一点。是，我有钱了，你有钱，有钱。香力。去手背去吧，去手背。哪里？这边。有时候啊，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，佩珊姐？对，非常对。这就是所谓的香味营销。我一闻到那个味道，我就很想去 shopping。shopping 之余呢，还可以睡在这个滨海湾金沙，是最好不过了。你喜欢干嘛？你闻到这味道，我闻到这，我觉得很舒服哦，很温馨。来一段，郭坤耀，这个什么？柔软。Oh my god！ 哇，有一点感觉。对，就表达嘛，因为有时候说不出，有可能用我身体肢体语言来表达出来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是不会跳的，跳，不可以。香味一起走。我现在知道酒店和商场的香气，原来背后有那么多的考量和设计。对，但是哦，我们要怎么跟香气打卡拍照？哦，我懂，就这样。谁来？可以吗？来一个。那个。来。你记忆中最怀念的香味是什么？阿嬷煮饭的味道啊。那种饭菜香味，然后现在最近比较想念的是国外的味道，很久没有出国的感觉，一到国外的飞机场，一下飞机是飞机的味道，哇！我现在最怀念就是我妈妈的味道，因为我这个疫情跟我妈分开了差不多1年多2年了，好像快2年了哈，所以你还记得你妈妈的味道？我忘记我爸长什么样子了，他走过我叫他uncle hello， 最怀念我妈妈的味道，还有我觉得家乡的味道。我的是我床上的那个枕头，现在还有吗？还有，没事闻。你现在还有？你有什么好怀念的？那个我 ex girlfriend 的味道。你 ex girlfriend 是谁？快点，我们把他的照片那个脸 P 上来。我 ex girlfriend 的味道再也闻不到了。你 ex girlfriend 很美。你 ex girlfriend 不是这个味道。你 ex girlfriend 有什么味道？真的。一个香水味啊。还是他的体味？它的体味很香啊。那闻到你的你让我 ex girlfriend 看这个吗？小岛国大发现！哇，嗅到公司的味道，这就代表准备放工了。Let's go！ 就回家，回家，拜。太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由我一个人来主持了，终于把他们2位甩掉了。今天我们要访问的人呢，就是 Joey。哎，今天只有我们2个人了，我们可以2个人而已，你说看。哎呦 ，bro just kidding。回家不要 kidding，just 回。开玩笑，幽默感。玩而已。哎呀，我以为可以摆脱他们2位啊。哎，这位美女是 Joey 啊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你好，我叫 Joey。你boyfriend啊？
希望啊，希望。哇，黄金龙的春天。走了，我们回家了，你们留在这里。OK。我们知道Joey是一位调香师嘛，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调香师的工作呢？调香师首先要知道客人要什么种的味道，观众群是怎样，还有地方的颜色 ，what sort of ambience 他需要。比如说，如果这个地方空间是比较轻、比较绿色 environmental 的颜色，我的味道就会比较 floral 清淡，带点 greenery 那种。可是这样我有问题，因为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，所以比如我讲我要海的味道，跟他讲海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可能我的是比较清澈的海，他的是比较肮脏的海。对，波涛汹涌的海是吗？那我就要一直跟你谈哦，一直了解你的海是怎样的一个海，是比较平静的呢，还是很乱那种？对，这样。所以说调香师不只是要调配香的气味，而且还要读懂你要的是什么。那你做了多久啊？大概有8年。你这么年轻，你很早就做了吧？8年啊，像他10岁就开始做调香师。哎呀，嘴巴甜呢。那其实你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调香师？其实是家族的事业。那不能说我想做调香师就做调香师吗？有什么条件吗？有，你可以选择去读书，可是新加坡没有，所以你可以选择去做学徒，不然就是去读 chemistry，then graduate 后去 US 读 perfumery school。那你说新加坡没有的读这一科，那新加坡的调香师应该很少吧？非常少。那有几个？2个，大概差不多有5个吧。5个哇，5个也不多。对，整个新加坡只有5个调香师而已。真正去调的不多。所以你有帮过什么机构调过香气呢？在新加坡的话，有很多大机构、酒店、医院都有。可是医院全部都是闻起来都是一样的。现在的医院跟以前的医院的方向不同了。现在的医院，当一个patient进去的时候，他要让他觉得很舒服、很 calm 的一个感觉，所以他不会再有那么多药的味道，不会再有了。那shopping mall呢？shopping mall是不是相反呢？要很强烈？也不一定哦，太过强烈的话，因为太过多东西看，又有太多味道，有太多东西会混杂的，所以 for shopping mall 可能就放比较重的味道呢，会放在 entrance， 让外面走路的人群闻到就会想要进来。哇，厉害呀这个！吸引他们进去，然后在 corridors 啦 shopping 的地方呢，就会放比较淡一点，给他们购物的时候比较舒服的感觉，所以待久一点，所以买多一点。哦，这就是所谓的香味营销。是，不然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，如果我现在有一个 showroom， 里面全部都是卖跑车的，你会怎么调呢？这种呢，通常他们的客户都是男生，所以这些客户群呢，就会比较喜欢那种很有钱的感觉。今天我带的这个其实可以适合。所以这就是你所谓的有钱的味道。Yeah, very atas feel, you know. So 就会有点带一点冷的味道。虽然说不上来它为什么是有钱的味道，但是你一闻起来就，你的脑就会跟你讲，你突然整个人好像很有钱这样。就是香味是一种 inexact science， 所以就是要非常明白，就是客人在想什么。是，我觉得这个香气是很抽象的，很抽象，对。那你有没有调过什么最奇怪的香味啊？哦，有。比如说，榴莲。榴莲香味，榴莲的味道很重哎，还需要去调它吗？因为这个客人是 theater production， 说他是做一个 Singapore story， 所以他要在他的结尾的时候，当每个人上台的时候，他就要有榴莲的味道散发出来，他又不可以带榴莲去那个theater。是，好像要代替榴莲的味道。对，其实我在想啊，不管你是在医院也好啦，大购物商场还是做工的地方，其实呢，这些香气啊、香味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围绕着我们的，都是无所不在的。但是我们都是忽视它们、忽略它们，但是呢，又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是，所以你下一次回去的时候，你一闻到你就啊。对呀，我来过这里，其实有可能你已经忘记你有来过了。对，这个就是香味的魔力跟力量。所以以后我闻到这个味道，我就会想起Joey。闻到这个味道，想起小岛国大发现。我还没有直接闻到我的 ex girlfriend 的味道。哎呦，对哦，你在闻到房奖，你要闻到那个 ex girlfriend 的味道，永远是闻不到的。是。我又不是你 ex girlfriend， 应该是这样，闻起来应该是这样哦 ，ex girlfriend。郭坤耀。香气无形无色，却可以让人久久无法忘怀。以后踏进大商场、大酒店、大机构的时候，一定要
记得他们的味道哦，在这里打卡。哇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本地食品贩卖机越来越普遍了，公司到处都有了。当然，这个是热天的救星冷饮机，还有这个呢是小朋友最喜欢吃的零食。噔，这是最厉害的蔬菜沙拉水果。我觉得你比较厉害啊，说一些肉眼看得到的，肉眼看得到的，那你需要讲。我们今天要知道是食品贩卖机是怎么操作的，你有没有答案啊？没有，难道有 CCTV， 还是有窃听器，还是会读心术？我去找答案。黄振龙，你有一点口渴，还是你要找橙汁贩卖机？哈，黄振龙，给，我们又回答问题了 ，OK。目前本地有多少台食品贩卖机？几台耶？所以一个 shopping mall 就有几台，所以本地整个新加坡有多少台呢？shopping center， 还有学校，还有 CC， 九龙下也会有5749台。8000了，8000，淘个好吉利。你不讲8000万来88。橙汁需要走这么久吗？快到了。什么快到了？什么？就在这里，里面都是橙，你相信吗？哦。嗨。有人。Hello。嗨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问你是？我是这里老板。老板。你好。贵姓大名？张鑫。啊，张老板你好，我听制作组说这里是鲜榨橙汁贩卖机的发源地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对。这样找对地方了。难怪我一踏进来呢，就闻到很多橙的味道。老板，我有点口渴了，请问你的橙在哪里？这里。这是一个集装箱，里面有24吨，大概15万粒橙子。15万粒！哇，我要看。这不是很壮观？哇，你看又大又小哎。真的哎。老板，这些橙都是哪里进口的？我们从澳大利亚和埃及。哦，我们的橙子是直接从橙园摘了，然后没有经过任何环节运到新加坡的，所以它的颜色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发青。那老板，我想问，你看哦，一箱里面呢都有不同的大大小小的，还有颜色不同的，怎么样挑选呢？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生产线来做橙子的清洗和挑选。我想去看。OK， 可以。可乐。这个我很熟悉，这个是问号房的那张图片中的机器。OK， 来，问题是这台机器有什么用途 ？Apple 的 check 来给你的。所以我一直在说，一直看。包装鸡蛋的工厂，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是跟那个 vending machine 有关的，所以我觉得是他们把那个食物或者饮料分开起来，就是那些不能放上去卖的，他们会把它除掉，然后是那些好的可以用的，他们就会分类。经过这么多集的训练，你们还不懂吗？看照片要一直 zoom 的，一直 zoom。你知道什么？我 zoom 到一个 orange， 有可能跟 orange 有关啊，分类不同的柳丁的大小。老板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一台全自动的橙子处理的机器。所以你猜中了，你说有橙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鲜榨自动售货机上面的橙子都是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。哇！这里就是什么挑选的步骤吗？对，我们挑选，对。那怎么样算不合格啊？像这个就有点不合格，要挑出来，放在下面。对。你看挑选出来的都是这样的。对。就是有一些黑点，它里面都是完整无缺的，对吗？对，橙子是好的，只是皮不好看。对。经过这里就是去另外一个街道。对，橙子在这里面是用毛刷和高压的水枪，这里面总共有16组毛刷，也就是每一粒橙子被刷了16次，然后再进入这个清水里面洗一遍。但是我看到他这样走，然后那边是什么？很大哇，感觉我要飞起来了，老板。那个
橙子表面是湿的，那个要把橙子给整个烘干。哦，对。真的烘干呢。对，这有8组烘干机，然后到这边之后，基本上上面的水珠被吹干了。是热的风还是？不是冷风。哦，冷风。对，水果不能用热风。经过这里就到箱子里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数数机，然后一袋里面是100粒。哦。对。哇，所以经过处理的橙会包成一包一包的。对，然后包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送到天榨橙汁自动售货机上。哇，太棒了！说到我们的重点，老板，有一点口渴，还没有喝到你新鲜的橙汁呢。好，我带你们去。太好了。好。这么要维持要起来。这边走。走。小岛王大发现。为什么跑那么快？迫不及待。老板，为什么你要打开？因为我们要加橙子。第一次看到它里面的构造，哎。是，老板，我想问，为什么这个橙子不可以打开这个网放进去，然后要这样丢，这样投篮机这样？是这样的，这个人往机器上加橙子的时候，是我们最后一次检测橙子，我们以防有什么烂的橙子或者不好的橙子加到机器里。哦，就确保再确保。对，万无一失。那全国有多少台这个贩卖机呢？在新加坡我们总共有500台。哇，那每次不是要很多工作人员去操作？是。你猜有多少人？一个人1台500个人哦。我们只有10个人，我们只有10个人。我还说20哎。20都多了。10个人，为什么那么少？因为这是一台用人工智能的机器，然后如果哪一台机器橙子要卖完了，我们也可以知道。网络世界太强大了，科技让人越来越方便啊！是，我终于看到它放完橙子了，是，所以我们可以喝一杯吗？可以，我请你们喝一杯。老板，你是用什么？2维码。哦，没有用你招数。哎，老板，你可以给我？可以。所以这个2维码只可以这一届，还是全岛都可以？全岛都可以。哇！你要不要？OK 哦。有没有人想要？来。很壮观嘞，其实。哎，所以它有刀子去切哦。然后经过刀片割成一半。Orange 进去，出来了。哦，它是往下挤。对。然后它就切开。它的皮也是，所以他们没有加水，没有加冰，因为这是一个冰厨，它出来的就是冷的。是。最后的步骤来啦，就是封杯。我在喝之前，我要确保一下这个卫生的关系，所以请问这一步呢，贩卖机有没有清理的？不是我问的，黄志龙问的。那些配件有没有被清？有，我们有定期清理，1到2天，我们的人会过来把整个这个组件全部拆下来，换上新的，然后整个机器做一次清洗。这个是什么？是刀。对。哇，刚才它就是这样经过这里，然后1粒橙子切成2半。对。2半哦，是这个。对，每一半用这个凸球就挤压。这个凹球，然后这个是凸球。这个凹，这个凸，然后挤，它就这样滚，然后就挤，就纯粹只是水吗？还是有其他的？清水，只是清水。清洗过后，然后装新的模组。那陈皮呢？陈皮我们是这样的，其实陈皮是宝贝的，陈皮我们拿去做精油、SPA 的那种用的精油，还有食品的一些添加剂，然后还有拿过去做酵素。酵素我听说过。除了做酵素，这个陈皮还做成动物的食物。有一段时间，新加坡动物园的动物就吃我们的陈皮做成的食物。哇，真的非常多用啊，一点都不浪费，还可以为环保出一份力。对，没想到饮料贩卖机都可以进化到如此高科技的人工智能操作，实在太酷了。谢谢。跟你一样酷，老板。谢谢。除了新加坡，我们的机器已经出口到全世界28个国家。我们的每一台机器都有新加坡 SFA 食品局的认证。我和我的团队经过4年的努力，现在已经做到第4代机器了。太酷了！厉害！科技的发展速度超出我想象，贩卖机不再简单，还能智能操作。在这里打卡。
现在的食品贩卖机越来越多变化了，各式各样的食品贩卖机都有。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橙汁贩卖机一样，那么的厉害。现在有一台食品贩卖机更加意想不到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躲在这边鬼鬼祟祟的？意想不到吗？黄振龙，这就是你说的意想不到。是他们说的，他们说这是新加坡第一台蛋糕贩卖机。可是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不像蛋糕贩卖机啊。可能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意想不到咯。意想不到，我自己去找答案。哎，你有没有零钱？哎，Johnny。哦，就是这里。这个就是蛋糕贩卖机。其实你说那个蛋糕贩卖机的时候，我是心想是这种小蛋糕，但是你看连生日蛋糕也有哎，大的蛋糕都有。我看哇，你看它很多种类耶。有没有写多少钱？对耶，1块钱而已耶。等一下，1块是一盒啊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很奇怪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它放在店里面，而且是飞箱里面。为什么巢里面？对啊，它既然都放在店了，我不会直接进来店直接买就好了。直接挑选，直接给你订购，可能还更新鲜，对不对？老板 ，Where are you？ 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你。哎，老板在那边。在哪里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请问你是这间店老板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叫 Sophia。Sophia 你好。但是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想法，然后去研发这个蛋糕贩卖机？在新加坡找员工不方便，所以变成我们开的时间缩短，周末没开的。所以就想说有一个机器，在我周末没开的时候，它可以继续的卖我的产品啊。但这个蛋糕贩卖机是本地制作吗？对，是完完全全 made in Singapore。它会转过头在外面，就是说我一关门的时候，我还可以继续的卖。为什么没放在外面呢？是因为我们要测试，因为今天刚刚出炉进来这里，所以需要时间去调整，看它的运作啊，我蛋糕会不会倒塌啊，所以还要再慢慢的去策划。是，这样子听你讲就有道理了，因为我们在说，你看蛋糕才1块，全部都1块，怎么可能呢？也不是大亏本。是，而且大大小小都1块耶。你可不可以做一次让我们看一下？可以啊，演示给我们看一下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所以是不是我们要先选？对，你要先选你要怎么样还钱。在新加坡最多是EZ-Link啦。OK， 那我按EZ-Link。对 ，OK， 你可以拿06啊。06，真的吗？现在展示给我们看，真的，因为老板娘不好意思，我们拿出来，我们需要尝试一下味道，对不对？放不回去的啦。OK，06。好，06。直接把卡。OK，Thank you。来了，哇，很高科技耶，它是一个滚动的那个，哇，其实它动得蛮大力的。是，它动得很激动。来，生日快乐，嘿嘿嘿。谢谢。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啦。10个月后。所以我冒昧问你个问题啦，因为蛋糕都是要1天内吃完嘛的，最多只是2天。那如果是卖不出、销量不好，那你们会放几天在里面呢？到了3天我们就会换了，就是其实不放在太久。其实我们放很少蛋糕，所以照理来说1天是可以卖完。所以这架机器呢，安装好之后就马上可以使用了吗？就是可以马上使用，不过暂时还要上妆。哇，颜色五彩缤纷呢。对，这样就像卖蛋糕的了。是非常鲜艳，而且路人路过呢都不会忽略它的存在。是为了确定它是新鲜的，我还是来买一个，对不对？我想选小个的就好了。OK， 16号这个，对，我来啊。对 ，OK， 可以换煎料。哦，来了，哇，还要上3楼嘞哦。来了，哇，很好看，很美丽，很香。哇，好吃哎，老板娘。谢谢。好吃，蛋糕好吃，谢谢老板娘。支持蛋糕自动贩卖机。原来各式各样的商品经过研发，也能制造成贩卖机，简直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，也让中小型企业带来商机，实在太厉害了，耶！打卡。好的，我们来看，你看这个呢，简直和老板娘秀我们的照片一模一样哎，五彩缤纷，很吸引我的眼球，美丽。而且啊，我现在只看到唯一的蛋糕就是这个了，其他的蛋糕呢？
你还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每次都叫我来，每次都叫我来，都说还没有准备好就叫我来，对不对？你们很坏，你们来吃蛋糕没有来叫我。哎，你从哪里出来的？一整天牛郎来出来我要出现。过去一点，我要自己一个镜头要过去一点。你就是那个 vending machine 是吗？我是。很厉害喽，现在的人。对了。再这样出来一下就有0.5就扣。不用紧了，我们一份跟一份收获，好不好？是，我们等一下那个 vending machine 要搬出来，交给你了 ，OK？对。我们先去休息了。等很久嘞，等到睡觉也是被拍，然后哎呀，我不要跟他们合作啊，这是我的 last episode， 我讲第2次啊，看真的是不是我的 last episode 啊？那不是很了不起咩？他长得高很了不起咩？192了。刚才他讲了2次，你看多么没有骨气。讲1次就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讲到要做到啊！拉塞别说不要来了。对，192了不起咩？哈，你多少？啊，我160。我要回来了，哇，这个大学带。来不送了，来不送。